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刘说说。1月6号，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国会被攻陷。现在我们单独讨论这个新闻，看个热闹，其实我认为意义不大。今天我们就来从深层次的分析一下，曾经的山巅之城、灯塔之国是怎么一步一步落到今天这个境地的。1800年，美国把首都从费城迁到华盛顿。当时的总统是老亚当斯，亚当斯进入白宫屁股还没坐热呢，结果呢，选举败给了杰弗逊。当然了，老亚当斯非常的绅士风度啊，爽快的承认败选，直接回老家了。220年过去了，美国的政权交替都是和平的，但是这一次呢，大家都看到了啊，可以说是民主世界的笑话。但是这一次我们要通过现象去看本质啊。走在华盛顿街头攻陷国会山的这些人，其实他们不是为了共和党而来的，是为了特朗普本人来的。特朗普在这次选举中7400万的选票，可以说接近一半是冲着特朗普本人去选的，而同时拜登得到的8000万张选票，最少有一半是因为讨厌特朗普没得选才投给民主党的。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社会现象啊，就是以特朗普为中心，身边团结了将近美国1/3的民众。这些民众现在呢，旗帜鲜明的成为了一种美国社会的割裂现象。这个现象是怎么来的？我们要深度的去分析一下。曾经的美国呢，美国最繁荣的时候啊，人民最幸福的时候是哪一个时间段呢？就是2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70年代末，这30年的时间。可以说是美国的黄金时期啊！那个时候，美国国富民强，人民生活的非常幸福，是名副其实的山巅之国。有很多人回想那一段时期都说嘛，美国一个家庭一个人工作就可以了，然后能够买一个大房子，往往还是带游泳池的。车就不说了，美国人的必备品，养2个孩子，养2条狗。配偶呢想工作可以去工作，不想工作就在家里照料家务。那个时候美国的富人很少，穷人也很少，占社会主流的大多数是中产阶级，是一个典型的纺锤型的社会结构。但是现在不行了。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啊，就是1990年美国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是52684美元，而到了2015年，美国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是56515美元，也就涨了300多美元。但是我们都知道，1990年的5万多美元和2015年的5万多美元能一样吗？它有一个通货膨胀的效应啊。可能有些朋友觉得美国20-30年物价都没怎么涨啊，没什么通货膨胀。但是我们要知道，美国超市的生活必需品它是中国生产的，来自很多的第三世界国家，是中国人拼命劳动维持了美国的低物价。但是呢，美国的教育没涨吗？司法没涨吗？医疗没涨吗？服务业的人工那都是翻着倍的往上涨。一方面收入没有增加，另一方面呢，通货膨胀。其实美国这30年来啊，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是下降的，这一点和中国不一样。美国呢是现在贫富差距已经位居发达国家的前列了。当然，中国的贫富差距比美国更要厉害啊！我们这一点要承认，中国的贫富差距呢，我们等一会儿再说。但是有一点显著的不同，美国贫富差距在加大的同时，美国大多数人生活水平是下降的，最少现在一个人工作养一家不可能了。中国虽然贫富差距也在拉大，但是中国整体的生活水平是在提高的。也有一个数据啊，美国官方数据表明，过去30年，美国1%的富豪财富增长了6.5倍。而最底层的20%财富减少了28%，中产阶级实际财富也基本上没有提高，贫富日益悬殊，底层人民看不到未来的希望。这种矛盾呢越来越积聚，但是在前几年，美国底层群众的不满呢，它是均匀的散布在美国社会中间的。底层人民虽然觉得不比以前好了，满腹的埋怨，但是就像黑暗中无从摸索一样，也不知道该埋怨谁。后来出现了一个特朗普，特朗普登高一呼，你们现在的生活水平下降，就是因为全球化制造业离开了美国。
就是因为外来移民抢走了你们的工作，怎么办呢？选我吧，我来改变这一切。特朗普登高一呼，就像黑暗中的一盏明灯一样，美国对社会不满的这些人，特别是老白男，就聚集在了特朗普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分裂的这种意识和美国的主流社会就分裂开了。以前是一锅浑水，现在呢泾渭分明。但是这种现象我们还要深究，美国为什么从中产阶级占多数的国家，现在慢慢的变成了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日益下降，从而产生社会割裂的现象呢？这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我用美元霸权这种美国独有的优势来分析一下。美元霸权呢，很多经济学家包括社会的主流思想都认为这是美国的优势。你看美国印点钱就可以到别国去买实打实的产品，而且呢美元周期性的流出美国，周期性的回流美国，这一进一出的过程当中可以收割别的国家的财富。这些以前我们都讲过但是世界上不可能有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事情。美元霸权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使美国的经济在高速发展。说实话，过去的30年，西方的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停滞了，但是美国的经济一枝独秀，一直在往前发展。这其中美元霸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呢，它使美国的社会越来越割裂，一直到今天，已经没有办法去走回头路了。特朗普虽然承诺选民，我来改变这一切，让制造业回流美国，但是实现了吗？没有。特朗普还说了，我要把财政赤字降到0，但是财政赤字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加了。特朗普执政的4年，美国的贫富差距实际上进一步拉大，所有的承诺都没有兑现。但是特朗普的理念点燃了底层人民的希望他们看到了问题的所在，而且呢不愿意让这种现象继续持续下去了。这就是造成了美国现在割裂的根本原因。接下来我们还是说美元霸权我们先来看一张图这张图呢是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走势图。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在1980年以前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美国的经常项目收支是平衡的，也就是进出口的差距没有那么大。但是到了80年代就开始有一个下跌，也就是贸易赤字进口增多，出口减少。经过短暂的回升之后呢，到了90年代更是一泻千里，回不了头了。美国的贸易赤字是越来越大，这是怎么形成的？我们要从2次大战以后开始讲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呢，美国主导形成了全球的货币体系和汇率体系，也就是世界银行，还有一个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美元锁定黄金，35美元兑换一黄金嘛，兑换1盎司黄金。世界各国的货币锁定美元，全球的货币是比较稳定的。在这种机制下，美元没有办法多印即使多印也是偷偷摸摸的。而且呢，社会上虽然美元是世界货币但是全世界对美元的需求量也是比较少的，特别是欧洲。因为世界各国的货币锁定美元，汇率都是比较稳定的，大家做生意用自己本国的货币也可以但是到了70年代71年美国宣布黄金和美元脱钩，到了73年75年之间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彻底崩溃了。离开了黄金的束缚，美元就可以随便印了。而且呢，世界的石油贸易开始锁定美元，这样就使世界各国对于美元的需求量大大增加了。美国政府就必须向全世界输出美元，维持世界货币的地位嘛。那美元也不是白给的，世界各国买石油或者是买其他商品需要美元怎么办？只能把自己国内的产品卖给美国去换美元。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步入80年代美国的贸易逆差开始增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美国人呢，在向世界输出美元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这挺好我印点绿票子就可以实打实的把你国家的财富买过来，这也挺好。但是你流到世界各地的美元它也是美元
这些美元如果有朝一日回流美国怎么办？而且呢，美国在有意识的向全球输出美元，然后再回流美元，在一放一收的过程中，还要收割别的国家的财富。70年代末收割南美90几年收割东南亚，这些回流的美元回到美国之后呢，肯定是不能进入消费品市场的，那会造成美国国内的剧烈的通货膨胀。那么这些回流的美国就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就是美国的金融市场。我们说到这儿，可以先简单的总结一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国可以随便印钱了虽然取得了美元霸权，但是呢，也同时催生了美国的金融资本。以前受到黄金限制的时候美元不能多印，所以美元的总数是有限的，钱少注定催生不了金融资本，这些钱你只能在实体经济里边流转，就这还不够呢。所以说当时呢，我们可以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没有崩溃之前，美国的进出口是很平衡的，国内的制造业也是很火爆的，制造业培养了美国的中产阶级供给了他们富足的生活。但是呢，等到美元霸权形成之后，美国的金融资本开始抬头，这一切就发生改变了。金融资本通过玩钱发现，这挣钱可比制造业来得快多了，那我干嘛还要去投入那些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呢？对于一些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利润很高的，比如说制药芯片、大飞机、军工，这些美国是继续保持的，因为它挣钱。对于一些不挣钱的制造业，自然而然美国就放手不管了。有一种说法说，美国的制造业衰退是由于受到了日本的冲击，后来受到了中国的冲击。这个说法是很欠考虑的，他只是看到了结果。我们要知道，在2次大战之后，美国是处在世界科技的巅峰状态，制造业也是处在世界的巅峰状态，这好像是龟兔赛跑一样，日本和中国是勤恳的乌龟在后边追，美国是兔子呀，兔子如果不睡觉，乌龟怎么可能追得上兔子？别说你跑了，就是走2步，乌龟也追不上。美国的制造业衰退完全是自己的选择，他们自己放弃了，而且全球化也正是从美国开始的。当然了，也有其他的原因。美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60、70年代的黄金时期，也正是国内民权运动比较鼎盛的时候讲究保护公民的权益，企业都有很多的工会，工会呢出于保护职工的利益提了很多要求，所以美国的人工成本比较高，而且工人的效率也低，这也是一个促进的因素。在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美国的中低端的制造业是越来越空心化，这个空心化又迫使美国更多的从别国进口商品，更多的美元会流出美国。其实美元流出的越多，越有利于国内金融资本的膨胀，美国就慢慢的变成了一个金融帝国了。失去了这么多的制造业，肯定大批的人没有工作，投身到制造业，投身到服务业服务业吸收不了那么多人，而且呢，一般的蓝领工人即使进入服务业，也只能从事低端的服务业，高端的服务业一般的工人从事不了。你想当个律师，想当个医生，你个人素质达不到所以呢，造成了美国社会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往底层堕落，越来越多的人陷入贫困。这是一条不归路，不是说特朗普上台看到这个问题的根本就能够改变的，不管是谁上台也改变不了。无非是特朗普在这4年起到了一个指路明灯的作用，把社会上一大批混沌找不到方向的人给团结起来了，仅此而已。这就是美国今天形成国内社会分裂的根本原因。可以说成也美元霸权，败也美元霸权。美元霸权就像一个含有砒霜的蛋糕，刚开始一吃挺甜，吃了也很有营养，但是随着砒霜在体内的累积副作用早早晚晚会爆发的，现在就已经到了爆发的时候了。那通过分析美国社会割裂的深层次原因，对我们有哪些启示呢？我认为最少能够总结出3点。第一点就是制造业，制造业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是立国之本，高端的制造业要努力的往上突破，
中低端的制造业，它是广大劳动人民就业的保障啊，不能说我们发展了有一些制造业就可以随便抛弃掉了，这也是不可取的。第二个启示呢，就是要严密的关注贫富差距的问题啊。开始我们也说了，咱们中国的贫富差距其实比美国还要严重，但是我们的贫富差距呢，还有解决的办法。因为咱们的贫富差距之所以位在世界前列，根本原因不是有钱人太多了，中国的有钱人数量和规模肯定是比不过美国的。但是我们贫富差距为什么比美国还高呢？是因为咱们的低收入人群收入太低了。总理说过，咱们国家还有6亿人，收入还不到1000块钱。所以我们降低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就是把广大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尽快的提升起来，这才是根本。至于说有钱人，不怕他们钱多，有钱人多，证明咱们国家进一步富强了。另外，中国有一个最本质的特点，就是有钱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干扰到国家的政策，这是咱们的本质特点。西方国家排名前1%的有钱人是足以左右国家政策的，这在中国永远不可能。这是第2点啊，缩小贫富差距。第3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制度自信。就这一次的情况表明民主制度也不见得月亮就挺圆的，对吧？美国可以说是灯塔之国，世界民主的顶峰了，还闹出这样的笑话。民主制度也许能让你选出一个你想要的国家领导人，但是这个国家领导人呢，有可能是一个演员，有可能是一个商人，他去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不是开玩笑吗？咱们国家的制度呢，你想要成为国家领导人，最少要从政30年以上，拥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同时在这30年里面要勤勤恳恳，一点错误都不能犯，优中选优是层层选拔，到最后还要经过最高权力的平衡，你才能脱颖而出。你像这种机制，怎么可能选择出一个平庸的人呢？怎么可能去选一个演员、一个商人来掌管国家呢？所以我们要有制度自信，适合自己的就是自己的。以上就是从这一次美国国会山被攻陷，咱们引发出来的一些深层次的思考吧，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新的启发。再次感谢朋友们的观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